有發現，失業時間一長，連起床都變成了一場內心搏鬥。在家裡，我失業的那段時間，每天鬧鐘按掉一個又一個，心裡知道該起床做點什麼，但是身體就是起不來。我在廣州找工作已經大半年了，從今年的3月找到現在，眼瞅着8月份也要到了，工作還是沒有着落。有時候我也在想，要不隨便找個班先上着，也不至於每天在出租屋裡那麼無聊。可是我又怕沒上幾天班又跑路了，然後一直陷入失業和找工作的 S 循環中。凌晨才出攤的15塊錢自助快餐，究竟是誰在吃？阿姨，你這裡的菜是15塊錢隨便吃嗎？這麼晚來你這裡吃飯的一般是些什麼人呢？在深圳的凌晨，隨處可見的出租車，他們穿梭在這個城市的每個角落，護送每個深夜還在外面工作的人回家。15塊的自助快餐，沒有山珍海味，沒有富麗堂皇，一張小桌子，一張小板凳，就是他們的深夜食堂。現在失業的人是不是特別多？我就不用說了，遊戲公司做了12年，混到總監，最後也被優化了。我們之前那個部門鼎盛时期快70個人，現在估計也就3、4個人了。我發小是做通讯行業的，前2年失業，來廣州找了3次工作，還是回湖南躺平了。我當時勸他還多找找吧，最後連我都失業了。還有個朋友幹餐飲的，失業了還借了點錢去開店，慘不忍睹，還是去找工作了。凌晨2點的深圳街頭，73歲的大爺還在賣盒飯。走，我們過去看一看。一份賣多少錢？8個菜1個湯，還加個花生米，這是隨便加。在深圳10幾塊能吃撐，大爺這麼賣能賺錢嗎？現在就是薄利嘛，不賣完就白幹了，虧本了。一般賣完幾點了？賣的好一天都2點，賣的不好的2點多到4點都有。73歲身子怎麼扛得住？我忍不住問，為什麼要這麼拼？因為家庭出一些困境嘛。家裡怎麼了？家裡兒子造孽失敗嘛。創業失敗了。其實現在工作根本沒有那麼難找，只要你能接受。第一，工資3、4千；第二，沒有雙休；第三，隨時可能加班；第四，一個人幹好幾個人的活；第五，領導各種 PUA 等等。只要你能接受這些，那麼你就很快会找到一份工作。再過4個月我就40歲了。失業的第2個月，我每天在家做做家務，遛遛狗，有時凌晨1、2點鐘才睡，有時3、4點鐘就醒。以前有工作的時候是睡不醒，現在是睡不着。廣漂的20年，我沒有欠債，沒有車貸，也沒有房貸，但是最重要的也沒有社保。父母已經年近60，最近才回家養老。最後與家人商量之後，決定明天回老家。近年來，中國經濟持續下滑，大量企業倒閉、裁員，越來越多人失去工作。最新調查數據顯示，2026年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超過3億。所謂靈活就業，說白了就是沒有固定工作和穩定收入的人，他們往往只能靠打零工來維持生活。中國正逐漸轉型為以零工經濟為主的勞動市場，現在想找一份零工也沒有那麼容易。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大城市的零工市場經常擠滿了找活幹的人，其中很多是50歲、60歲，甚至是70多歲的農民工。他們每天不一定能找到工作，有些人實在走投無路，甚至只能靠賣血來賺取生活費。與此同時，在深圳、廣州、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，立交橋下、地鐵站口、廣場和公園裡，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露宿街頭的人。他們當中有失業的白領，有因為企業外遷而失去工作的農民工，有生意破產的小商販，也有滿懷希望來到大城市找工作，最後卻一無所獲的年輕人。昨天晚上深夜接到一個網友朋友的私信，他跟我說，他此時正在深圳的一家公園的大門口。他說他來深圳的這幾天啊，都是在這個公園的裡面露宿的。今天呢，裡面有工作人員巡邏，就把他趕了出來。他此時站在公園的大門口，吹着深圳冰冷的風，他不知道該何去何從。
30歲的我已經在深圳失業49個月了，這種日子真的好難熬呀，每天晚上都失眠睡不着，白天又起不來，一覺睡醒真的感覺很疲憊呀。雖然沒有上班，但是感覺真的很累的樣子，感覺渾身也不舒服，什麼都不想動。被裁員快1個月了，30歲未婚未育的我準備繼續留在深圳打工了。我是普通本科畢業的，20年畢業來深圳，一直從事直播電商的工作，工資從剛開始的4500慢慢漲到了15000。現在被裁員快1個月了，我決定繼續留在深圳打工。過年和在老家的同學朋友都聊了聊，大家一致勸我，除非能考公上岸，否則千萬不要回来。老家的工作工資又低，機會又少，趁着现在年輕，就在一線城市多賺點錢。博主說，他的老家在河南農村，父母供他上大學花了不少錢，他深知賺錢不容易，所以絲毫不敢讓自己停下來。2020年大學畢業後，他來到深圳打拼，從農村走進一線城市，靠自己的努力走到了今天。對他來說，如果現在選擇回老家，難免會被村裡人指指點點，因此他最終決定接受之前收到的那份工作 offer， 繼續留在深圳打工，趁着自己還年輕，多賺一些錢。年底突然失業的深漂80後，本想着過年再找工作，但家有老小，由不得我去躺平，必須去面試找工作。现在已經到了面試的公司，現在準備進去了。剛剛已經面試完了，是一個經理面試的，感覺聊了一下大概，感覺還可以。但是呢，它這個產品的話，就是客單價比較高，可能不好銷售，所以的話，到時候要綜合考慮一下子，等通知吧，只能是。33歲深圳寶媽失業5個月，出路在哪兒？家人們，我是萱萱媽媽，來深圳打拼10年，卻遭遇了人生至暗時刻，如今已經失業整整5個月。失業後，我一頭扎進自媒體，滿心期待能闖出一片天。可現實太殘酷，家裡的經濟狀況根本不允許我慢慢等自媒體變現。30多歲的寶媽找工作有多難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回想起這10年，做過房地產、互聯網，也做過外貿，只怪自己沒有深謀遠慮，每個行業都沒深耕。暑假工不要再來蘇州面試了，能要暑假工的工厂可以說是少之又少。16、17的這個年紀的啊，你就更不要想了啊，99%的工廠都不會讓你面試的。但凡現在哪個廠敢說有暑假工缺口，你就看吧，面試現場那絕對是人山人海的，20個人搶一個崗位，絕對不誇張啊。甚至說已經出現了暑假工為了搶一個面試名額大打出手的場面了。真心的奉勸各位同學們啊，能別出來就別出來了。到了找不到工作，你來回的路費、吃的、住的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。我失業了，今天主管通知我幹到今天，主要是老闆認為訂單量沒有那麼大，沒有期望那麼高。其實我之前都有這個預期，也跟我老婆說了。之前下午發給我老婆的時候，她還是有一點小驚訝的，因為她感覺可能會幹到月底吧，沒想到這麼快。但是也是好事吧，早點出來找工作，因為現在也是招聘旺季，很多公司都有這種需求吧。雖然現在年齡確實大了，不好找工作，中年人現在真的很難找。35歲的人生到底有多無力？我畢業於一個很普通的專科院校，現在在做行政文員，不包吃不包住，工資扣除五險後還剩下4000左右。高考後，為了減輕家人的負擔，每年寒暑假都會進廠打工，對我來說就是家常便飯了。也早早見識過廠裡面的枯燥，體會過錢有多麼難掙，見識過人性的險惡，所以我比同齡人的思想都要成熟很多。博主說，他大學畢業已經11年了，這些年裡，他做過網頁設計，賣過保險，也幹過電銷，跑過業務。一直以來，他都省吃儉用，可這麼多年下來，手裡的存款還是少得可憐。平時穿的衣服和鞋子也都是在拼多多上買的。如今他已經35歲了，卻沒有像很多人一樣出去旅遊，甚至連飛機都沒有坐過。他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深圳。當年讀大專是他第一次走出農村大山。那時候他曾以為等自己到了35歲，應該早就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，生活也會慢慢安定下來。可現在卻是他現在的收入依然微薄，現在沒有勇氣離開深圳，也沒有勇氣回老家。00大專生在深圳，
月薪4000，離職倒計時1天。馬上就要失業了，說不焦慮那都是假的。未來的路我也不知道往哪走，沒有收入的日子真的很沒有安全感。像我這種要存錢的人更不敢停下來。我也很害怕找工作，不想一直面試呀。算了，咱也沒有矯情的人生，該咋樣就咋樣吧。在賺不到錢的日子就好好保重身體。人呀，盡量控制內耗，別給自己找不痛快。今年我也才25歲，還是要好好打扮自己。青春過得很快，怎麼樣都得熱血一次吧。提前結束2年的深漂生活，是的，扛不住了，決定逃離這座城市。最近失業這1個月，也大大小小面試了不少公司，結果就是被騙去刷 KPI。現在的 HR， 不管你是回什麼公司招什麼職位，反正就是先叫你面試。聊完之後讓你回去等，然後就沒後續了。如果說你現在也是失業了，或者說裸辭，一定不要在家裡躺着，不要過那些不知道白天黑夜的生活，也不要有閒着在那裡刷手機刷劇这樣子，这樣也會越拉垮自己。你可以試着做以下這些低成本且不內耗的事情，可以去附近的公園散散步啊，去買菜做做飯，看免費的日出日落，或者說是找附近的兼職補貼一下日常開銷。做一些自己一直想做但是沒有空去做的事情，開始學一項技能。深漂16年，40歲，被幹了15年的公司裁員快3個月了。我已婚已育，房貸、房租、孩子開銷加生活費，每個月13000左右。之前老公被裁員的補償金提前還了一部分房貸。我這段時間投了很多簡歷，但很少有回應的。現在沒有了工作，都是能省則省。周一到周五我一個人在家，都是吃得很簡單，一天伙食費不超過10塊錢。博主說，他最近一直感到焦慮，經常半夜睡不着。現在擺在他面前有3條路，卻不知道該怎麼選擇。第一，把自己的燃油車換成電動車，跑網約車。不過換車本身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，他也不知道以後跑網約車的收入能不能覆蓋每個月的生活支出。第二，去擺攤或者開一家小吃店，但他又擔心創業失敗，到時候可能連重新翻身的機會都沒有。第三，就是去送外賣或者跑快遞，這類工作前期投入比較少，時間也相對自由，只要自己勤快一些，收入基本能夠維持每個月的生活開銷。他說，日子總得往前走，大家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？說出來也不怕你們笑話，今年22歲，本科畢業了，我沒上班。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，就是投遞了很多簡歷，但大部分都石沉大海了，要麼就是一些銷售、客服之類的，但這不是我想要的。家裡的人天天催，說你的同學都上班了，要麼考公上岸的，要麼收到大廠 offer 的，而我就天天在家裡躺着，然後越躺越焦慮。所以有沒有和我一樣畢業不上班的？你們都在做什麼？博主說，他最近開始學習 AI。為了入門，他花了2個多月的時間，也交了不少學費，踩過不少坑。他想問問那些已經畢業幾年的學長學姐，你們會選擇在一個行業裡持續深耕，還是會趁着年輕多去嘗試一些不同的行業？在他看來，20多歲時感到迷茫其實並不可怕，真正重要的是在不斷嘗試和探索的過程中，慢慢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路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，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